今天最后的一单，晚上快9点半了，客户家的这个三角阀热水，三角阀漏水。今天这个扳手在上一个工地丢了，只能用这个万能扳手，先给这个水龙头的螺帽给它拧下来。螺帽拧下来以后，没有扳手，只能用大力钳给这个角阀卸下来，看看这个角阀会不会断。你看，这个活就失算了。一开始以为这个角阀不会断，报价也报低了，现在断了也没办法，价格谈好了也无法增加，只能想办法给它快速的给它取出来。这个断的类丝还留了一节，好长，我们先用这个尖嘴钳给它剥掉，然后还是用我的老办法，用钢钉砸。我觉得用钢钉砸是非常有效的。用反丝器，像这种断丝烂的都比较严重了，反丝器不一定管用。我取10个类丝，大部分9个类丝都是用这种用钢钉砸，效果最好。但是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别给类丝砸坏了啊！尽量给钉子头对准三角阀外丝断掉的那一节，轻轻的砸斜一点，然后砸一个地方换一个位置，砸一个地方换一个位置，敲的力度也要适中，别瞎敲。如果敲的不好，就容易给类丝给它敲坏了。这种多敲几次就有经验了，有时候也不要怕。不过这个是橱柜下面，位置不太好弄，趴在下面应该也没问题吧。有的师傅搞这个都搞半个小时，反正这个是在橱柜下面，也确实又费劲。哟，看看，现在我感觉我这个就敲出来了，看看，还没敲到1分钟，看看这个断了一节就全部敲碎了。你想想这个角阀烂成什么样？抠了半天，这里面还有好多碎渣，这种情况只能用水冲一下。刚刚维修前给总阀关掉了，现在我们给总阀给它打开，然后给热水管角阀开一下，冲一下水，看看这个脏东西就冲掉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一点点，我们用手给它拿掉，看看这个碎渣全部基本上就清理干净了啊，里面干干净净的，一点杂物都没有了。下面给客户家买了新的全铜角阀，给它装回去。客户自己买的这个角阀还可以啊，是全铜的。买角阀一定要买全铜的，因为铜的比较软，缠上剩料带，然后装上去比较防水，不容易漏。最好也不要选304不锈钢的，304不锈钢的钢的比较硬，很容易装的不好，就容易漏水。特别剩料带缠不好，也容易跟剩料带。我缠剩料带一般都缠在28圈左右，有的师傅说多了。我每次按28圈剩料带非常有效，一般拧到类丝里面转个4、5圈就非常好，基本上不会漏水啊。剩料带缠好，我们给这个刚刚缠的剩料带用手给它勒紧一点，让它紧固一点啊。多的毛刺也给它稍微清理干净，尽量留紧一点。下面我们就给这个角阀装到类丝里面，先用手给它拧个几圈，直到手拧不动，然后用管嘴钳给它拧一下。因为我的扳手在上一个工地弄丢了，还没去拿，然后我们只好临时用管嘴钳给这个角阀给它拧个几圈。一般缠好28圈剩料带，像这样的角阀拧个5圈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但是也要凭感觉。如果角阀装的拧的时候比较松，那最好再多拧1圈。像我这个感觉有点紧，还是可以的。我估计拧个4、5圈基本上不会出现漏水情况。哎呦，你别讲，这个管嘴钳拧这个角阀确实非常笨重啊。有时候特殊情况只能特殊办，你讲对不对？你不可能为了这个东西还去5金店买个去扳手，再回来，那不就耽误时间了吗？角阀拧好以后，然后我们给水龙头的软管给它拧上去。这个换呀，跟水龙头里面一起换。先用手给它拧紧，直到手拧不动以后，
再用万能扳手不漏水，给这个螺母给它紧几圈，紧紧就可以了，就不漏水了。就换掉。这种铜的就不太会断，知道吧？这种合金的，这是不是合金的？你看你自己看呢。它这是原原都是，那个搞那个开发商搞的，它染那个。对吗？螺母拧紧以后，打开角阀啊，然后看一下下面有没有滴水情况。给手指探了一下，感觉有一点点水渗出来，然后我们只好给装饰盖给它拆掉了，然后用餐巾纸仔细擦了一下，看了一下，原来是拆水龙头的时候水渗到瓷砖缝里面的水流出来的啊。分享完毕，感谢指点。